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1月2號嘅粵語新聞節目，我係胡海文，先同大家講下今日嘅新聞提要。重慶高樓元旦大火，消防隱患引發民眾憂慮。台軍黑鷹直升機失事，包括總參謀長沈一鳴等8個高級官員罹難。香港警方元旦日遊行拘捕大概300人，民陣批評係徹底嘅濫捕。詳細新聞內容。今年元旦，重慶一棟高樓大廈發生大火，火警喺當日嘅晚間被撲滅。引起外界關注嘅係，現場連續出現咗救火通道被堵塞，同埋市政部門阻礙救援嘅訊息。而相關屋苑嘅發展商係一名疑似中共太子黨白手套嘅神秘富豪張松橋。由黃小山、程文報道。據重慶官方周四嘅最新消息話，起火嘅高樓加州花園大火撲滅之後，經消防嘅逐屋搜索排查，目前未有發現有人員傷亡。至於起火原因，仲喺度調查當中。而嚟自當地一位原報社副總編喺微信發佈消息話，呢次起火嘅加州花園係由16棟16層到33層嘅高密度建築組成，喺1995年建成。投資人係被稱為重慶李嘉誠嘅地產商人張松橋。而喺台前嘅就係一個叫曾維財嘅電器商人。張松橋係上個世紀80年代就獲得到港單程證嘅神秘人士，之後佢財富嘅迅速擴張模式亦一直被質疑同權力有高度關聯。重慶高樓大火嘅加州花園背後嘅老闆張松橋，現在除咗執掌中渝置地之外，仲係渝廣國際、裕泰地產、港通控股等多家公司嘅主席。佢通過旗下公司擁有香港西區海底隧道50%嘅經營權，香港駕駛學院70%嘅股份，同香港快易通50%嘅股份。有網民斷言，可以確定嘅係佢同權貴高層有非常大嘅關聯。據當地媒體人陳先生透露，呢次起火嘅係從加州花園 A 區4棟嘅2樓開始，一直燒到30樓。起火原因至今消防未有公開。但係周三現場連續出現咗救火通道被堵住，市政部門甚至直接阻礙咗救援。呢啲種種跡象都引發咗廣泛嘅擔憂，因為呢種狀態幾乎係全重慶主城區嘅常態。就是外牆起火，從2樓燒到30樓嘛，有說是燻臘肉，有說是煙頭，什麼原因？消防那邊也沒有出一個結論。有朋友在住在小區的，佔道停車很嚴重，那個消防通道沒有。所以說昨天很多的老百姓、警察一起推那個佔道的那個車，民眾質疑的當地的城市管理水平很低下。陳先生仲表示，該社區屬於已經有24年歷史嘅老小區，但係因為停車困難，佢周邊嘅公共交通區域亦都被市政部門劃出一部分區域用於收費停車。之前有媒體人多次公開反映呢件事，並且警告話可能會出現危險。但公安嘅所謂治理，亦都只係借機貼罰單收錢了事，冇人真正去關心問題本身。它那個樓盤呢，95年建成的，它是最早的一個商業樓盤了。另一塊呢，就是好多的老居民可能存在亂搭亂建啊，防火上肯定是有問題的嘛。近幾年的那個私家車暴增，車位不夠嘛。重慶很多個小區都普遍存在的一個現象。市政為了創收，也是劃了停車位的，那停車位是承包給別人的。警察他不可能集中來整治，整治也是就貼罰單了，他沒有綜合來管理啊。當地媒體不讓報道，到底是個什麼狀況也不清楚。而當地市民譚先生話，重慶嘅城區道路狹窄，因為城市嘅規劃問題，導致泊車欄同基本嘅避險空間嘅問題一直冇辦法解決。而交警掌握所謂嘅道路付費泊車審批權，亦因此形成巨大嘅尋租空間。而呢一次大火，讓原本一直存在嘅矛盾，第一次因為一場災難完整咁暴露出嚟，大家亦都希望因此有個說法。誰拿到那種交警的批复，誰就賺錢，這也是中國的一大特色嘛。單位上為了防止人聽，又離下那個水利樁，所以昨天消防車沒有辦法的時候，就把那些水利樁全部用切割機把它切掉嘛。所以這些都肯定要延緩救援時間。所以今天有的人已經就提出來了嘛，
重庆為了拼命的所謂製造現代化政績，高樓林立，對於重慶這種水利森林，下一步怎麼辦？必須要有說法嘛。但係另外據知情人話，呢次重慶高樓大火雖然目前聲稱係零傷亡，但係就引發咗廣泛嘅焦慮，係因為大家都認識到呢次只係因為有運氣，呢次火災喺蔓延之前被撲滅，更加係因為當日得益於冇大風，重慶幾乎都係高樓，而呢種完全超出當地救援能力嘅高樓火災，一旦再次發生，分分鐘都可能造成慘重嘅傷亡。大多數重慶市民都處於呢種危險當中。據悉，儘管火災已經撲滅，官方亦都強調屬於零傷亡，但係多個評論員對當地城市管理同救援體系嘅質疑就第一時間被遮罩。本台記者多次嘗試採訪重慶市消防支隊，但係都冇人回應。重慶市政府亦都拒絕就城市安全問題作出回應。自由亞洲電台程文報道。台灣軍方一架美製黑鷹直升機失事，造成8死5傷，死者包括參謀總長沈一鳴上將，係台灣歷嚟死亡軍階最高嘅空難。總統蔡英文下令下半旗3日致哀，所有政黨同時宣布停止競選活動3日。由中廣正喺台北報道。參謀總長沈一鳴等高級官員連同機組人員13人，週四上晝乘坐黑鷹直升機由松山駐地起飛，前往宜蘭東澳嶺慰勉部隊。上晝8點左右，直升機駕駛回報能見度同天氣狀況之後就失去信號，並喺1分鐘後從雷達上消失。當時位置大約喺新北市烏來山區。空軍司令洪厚基上將表示，軍方馬上派出空軍同陸軍到飛機失蹤嘅新北市同宜蘭山區交界展開搜救。宣布一個非常不幸的消息。我們剛剛現場已經傳回來，我們這13位同仁呢，目前只有5位同仁獲救，其他8位同仁都已經沒有生命的跡象。那在此我代表空軍司令部非常沉痛的心情，我也呼籲媒體記者們給我們家屬最深沉的致意。後續的家屬的安撫以及我們飛行的這些特檢，我們會按照我們空軍的標準作業程序來執行。總統蔡英文隨即宣布暫停競選活動3日，國民黨同其他政黨馬上跟進，宣布暫停競選活動。參謀總長係台軍軍令系統最高指揮官，係台軍軍職最高職務。蔡英文下晝前往宜蘭軍方一個基地了解搜救情況後，表示對事件感到悲傷。今天是讓我們感到非常悲傷的一天。我們有好幾位優秀的將領在今天的事故裡面因公殉職，那他們都是我們國軍裡面最優秀的將領。尤其是我們沈一鳴，我們總長，他是一個非常優秀、盡職的一個將領，也是大家所愛戴的總長。他的離開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非常的不捨，也感到非常的悲傷。蔡英文表示要向罹難者家屬致上最深嘅哀悼，並要求國防部提供最大嘅協助同埋支援，並宣布下半旗3日致哀。我已經請部長在救援的工作到一段落以後，要迅速的展開所有的調查工作，務必要釐清事故的原因。我們最重要的就是我要求嚴部長在這段期間必須要維持軍心的穩定，那麼也確保我們所有國防軍事的穩健的運作。那麼確保我們這個國家的安全跟穩定。今日發生事故嘅黑鷹直升機喺台灣喺2008年斥資847億新台幣向美國購買60架黑鷹直升機之一，2014年起陸續交機，2019年10月30號先至宣布成軍。事故發生之後，除咗空軍之外，內政部亦宣布同型直升機全部停飛。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就對事件表達深切哀悼，表示自己都係軍人出身，感到萬分不捨，未來要思考點樣確保意外唔再發生。
喺今次事故當中，台軍共喪生3名將軍，除咗參謀總長11名上將之外，仲包括情治室助理次長洪鴻鈞少將以及政戰局副局長于親文少將。自由亞洲電台鍾廣正台北報道。湖北省武漢市一個海鮮市場爆發疑似沙士疫情，27個受感染嘅人已經被轉移到市內嘅金銀潭醫院隔離治療，唔准家屬同朋友探望。而官方仍然未公布病例嘅具體情況。武漢市江漢區市場監督管理局及衛生健康局喺星期四通報，話涉事嘅海鮮市場已經被關閉。另外，當地嘅公安指有8個人因為散布同埋轉發非典謠言而被傳召問話。喬龍請問報道。喺1月1號，武漢嘅防疫工作顯得異常緊張。喺武漢機場嘅出發航班上面，有着住全副保護衣嘅人員上機檢疫。視頻當中仲聽到有人話：我哋唔能夠出去啦，呢度有傳染病。呢個情況令人擔心，呢次肺炎疫情絕非尋常。到咗1月2號清晨，武漢市江漢區市場監督管理局同武漢市江漢區衛生健康局發布通報話，由於近期多宗肺炎病例同華南海鮮市場有關，決定關閉華南海鮮市場。休市期間，華南海鮮市場不得進行交易。復市時間將會另行通知。至於武漢感染不明原因肺炎患者，週三已經轉入當地一間傳染病醫院隔離治療。據新京報報導，患者週二轉到金銀潭醫院治療，呢間係當地處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嘅醫療救治定點醫院，亦係傳染病專科醫院。所有患者被安置喺住院部南4樓傳染病病房，病房外有2名保安員駐守。家屬同親友不得探視。2日前，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通報指，華南海鮮市場出現27宗不明原因嘅肺炎病例。一方面，病人具體情況未有公布；另一方面，政府亦開始管控民間嘅輿論。本週三傍晚，武漢市公安局微博帳號平安武漢發文話，近期武漢部分醫療機構發現接診咗多宗肺炎病例。市衛健委就此發布咗情況通報，但一啲網民喺冇經核實嘅情況下，喺網絡上面發布同轉發不實信息，造成不良社會影響。公安機關經調查核實，已經傳召8人問話，並且依法進行咗處理。公安又重申，網絡唔係法外之地，喺網上面發布信息同言論，應該遵守法律法規。對於編造、散佈謠言、擾亂社會秩序嘅違法行為，警方將會依法查處。而居住喺華南海鮮市場附近嘅居民彭女士對自由亞洲電台話，當局擔心疫情影響武漢同海鮮市場嘅形象，因此傳召咗8個轉發信息嘅網民問話，殺雞儆猴。華南海鮮的一些人就說要抓幾個人，操勞的，害我們生意都沒有，人都買東西人少了，沒人買東西。他們這些攤販都說是造謠的，造謠他們生意都沒有，你說哪個敢講真話？現在講真話就抓。年底的話，現在的櫃子人很多了，人山人海的。有中國內地嘅網民批評當局控制言論，讓民眾冇辦法作出適當嘅防範。有評論話，2003年非典時期，政府遮遮掩掩，每日通報幾個患者，到咗最後就不了了之。現在乾脆唔報。仲有人話，非典初期，當局亦係隱瞞疫情，仲想方設法辟謠，最後不得不承受。仲有網民留言話，佢哋現在連知道真相嘅權利都被剝奪。另外，彭女士又講到老百姓嘅食品安全問題。你說老百姓的食品安全重要，反正總之還沒解決，是吧？還是有這些垃圾食品在賣，什麼地溝油啊，什麼鹽啊，什麼都，反正吃了食品都不是很放心的。網絡活躍人士張瑞根接受本台採訪嘅時候表示，佢認為當局喺度打擊壓制傳播真相。佢話2003年中國多地爆發非典就係一個例子。我認為武漢政府在打擊壓制傳播真相，他們是為了封鎖消息。對於地方政府這個官方這個報道和新聞就要反着聽，他們說是謠言就意味着是真相，他們說是真相意味着是假的。
03年SARS 爆发的时候，官方也是封锁消息、辟谣，到最后盖是捂不住了。现在 SARS 再次袭击武汉，他们还是那个套路，改个名称，说是不明原因肺炎。总之，这个天灾人祸时，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调查真相，最先做的是抓人和控制輿論。武漢當局至今仲未有公布27名患者嘅檢查情況。自由亞洲電台程文報道。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早前確認出現多宗不明原因嘅肺炎病例，大多係同華南海鮮市場有關，當中有7個患者病情嚴重。香港醫管局喺星期四話，一名曾經去過武漢嘅女病人日前去到屯門醫院求診，目前喺隔離病房留醫，情況穩定。禽流感同沙士測試結果都呈陰性。本身係香港環保組織環保觸覺義務總幹事嘅荃灣區議員譚海邦表示，每日有2班高鐵途經武漢嚟香港，呼籲星期5開始暫停南下高鐵途經武漢站。譚海邦話，武漢嘅乘客同其他乘客喺同一個車廂，經過4個鐘頭嘅車程嚟到香港，喺車廂入邊傳播嘅風險相當之高。政府同港鐵應該交代會唔會加強有關列車嘅檢疫工作。嚟香港嘅高鐵列車不停武漢站亦都係比較穩妥嘅做法。有乘坐飛機由武漢抵港嘅旅客表示，當地人對於肺炎個案並唔係十分之恐懼，部分人戴上口罩。當地政府有透過短信通知公眾有疫情發生，提醒要戴口罩同埋減少喺公共場合活動。武漢衛生健康委員會早前證實出現27宗不明原因嘅肺炎個案，其中有7個個案屬於病情危重，被指係疫情源頭嘅華南海鮮市場目前已經休業。香港元旦日嘅大遊行喺警方要求之下被腰斬，發起嘅民間人權陣線喺第2日嘅記者會上面話，已經積極配合警方，確保遊行順利進行。當有事發生嗰陣，亦都立即派人到現場維持秩序。不過警方以現場有違法行為發生為理由腰斬遊行，並且喺冇任何警示之下，喺灣仔軒尼詩道近住修頓球場施放催淚彈。召集人岑子傑批評警方做法非常離譜，指當時有好多老弱婦孺，直斥做法係唔人道。又批評警方只係俾30分鐘疏散過百萬遊行人士，然後入夜就隨即拉咗幾百人，係徹底嘅濫捕。今次遊行事先係得到警方嘅不反對通知書，內容包括主辦單位需要協助警方同參與遊行嘅人士溝通，但係民陣副召集人陳浩桓指，警方喺修頓球場一帶行動嗰陣，唔單止係冇即時通知主辦單位同埋附近嘅街站，包括工會，反而係推開工會嘅人員，又向在場人士施放胡椒噴霧同埋催淚彈，要求警務處處長鄧炳強親自解釋同交代。對於遊行期間灣仔中國人壽嘅玻璃門被人破壞，岑子傑話雖然無法判斷破壞者嘅身份，但係指出該2名爆玻璃嘅蒙面黑衣人同過往接觸過嘅勇武派完全唔同。消息指佢哋唔願意溝通，2人當場被質疑係咪臥底嗰陣，又粒聲唔出咁走向防暴警員嘅防線。岑子傑又表示，即使係出現裝修嘅情況，民陣亦都唔忍心同一班備受打壓嘅年青人割席。佢又為遊行未能夠順利完成致歉。而另一邊廂，警方嘅例行記者會上面證實喺元旦日晚上喺銅鑼灣截查咗464人，當中177人經初步調查之後獲釋，其餘287人涉嫌非法集結，喺警署被扣留作進一步調查，暫時未有任何人被檢控。而喺12月31號至1月1號期間，警方一共拘捕420人，分別係307男113女，年齡介乎12至81歲。警方喺當日下晝大約5點30分，要求民陣喺30分鐘之內解散遊行。港島總區高級警司吳樂俊表示，警方按照承諾，並冇喺下晝6點15分之前採取行動，去到6點半先至將防線由灣仔推進至銅鑼灣一帶。期間有大概1個鐘頭俾市民疏散，亦都冇阻止市民離開。去到夜晚大約7點，現場仲有幾百人刻意堵路、叫囂同埋掟雜物。
喺多次警告無效之下，警方先至展開截停搜查行動，並且喺灣仔一帶施放催淚彈，驅散向警方掟汽油彈嘅人士。吳樂俊又指出，遊行起步之後2個鐘之內出現多宗暴力事件，認為主辦單位已經冇能力確保現場安全，唯有同主辦方面商討終止遊行。佢又唔同意民陣批評警方嘅行動係濫捕，因為一啲相信同非法集會無關嘅人已經即時獲釋。警方喺行動之中亦都冇任何專業記者被捕，但係佢重申任何人都係冇特權㗎，即使係記者抑或係志願救護員，如果經過多次嘅警告之後都唔肯離開，警方一樣會截查。不過，據蘋果日報嘅記者指出，警方喺接近5點已經喺修頓球場外邊軒尼詩道同盧押道交界嘅地方投擲最少2枚嘅催淚彈驅散人群。當時大部分遊行人士並冇任何裝備，並非好似警方所指去到7點先至使用催淚彈。香港人權監察喺星期4發表聲明，譴責警方喺元旦嘅公眾活動之中阻撓同拘捕人權觀察員。人權監察喺星期4清晨亦都已經將呢一啲爭議性嘅拘捕個案通報聯合國有關人權事務嘅人員跟進。人權監察並且呼籲聯合國等國際機構調查香港警隊嘅濫權情況。香港人權監察嘅聲明指出，強烈譴責警方喺元旦日嘅晚上喺崇光百貨外面大圍捕示威者，並且拘捕3名當時正係進行觀察嘅民權觀察員。該組織認為警方此舉嚴重違反國際人權準則，所以應該立即釋放人權觀察員，並嚴謹承諾日後唔再阻撓、騷擾、無理驅趕同埋拘捕人權觀察員。聲明指喺反送中運動期間，警方曾經一再無理對待，包括對香港人權監察、民權觀察等嘅人權觀察員，喺佢哋觀察示威活動期間橫加騷擾、阻止拍攝，甚至係以武力驅趕。但係自從11月開始，警方就變本加厲，先係拘捕正係觀察理大外邊示威嚟自 Race Exposure 觀察員 Robert Gordon 等人。元旦晚上更加係拘捕咗民權觀察3個觀察員，做法嚴重違反國際人權準則。聲明指出，國際人權標準定明，政府唔應該阻止觀察員前往涉嫌侵犯人權嘅地方觀察。聲明引述基本法第39條指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香港人權監察認為，香港作為國際都會，標準亦都應該同國際接軌，體現公開透明並且向公眾問責等嘅原則。聲明重申，政府應該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公正調查警方喺反送中運動入邊使用過分武力嘅問題，並且係懲處違規違法嘅警員。人權監察亦都呼籲聯合國等國際機構調查香港警隊濫權、濫用暴力同埋濫捕嘅情況，並且係呼籲香港政府作出適當措施，便利一切獨立調查工作。台灣立法院喺舊年年底強行通過反滲透法，引起社會疑慮。陸委會主委陳明通親自舉行記者會解釋，法令唔會限制交流，主要係因應中國企圖吞併台灣進行嘅滲透行為。香港更加唔屬於境外敵對勢力，並不在反滲透法規範範圍。民進黨亦都舉行記者會，批評在野黨造謠抹黑反滲透法。由鍾廣正喺台北報道。陸委會主委陳明通表示，反滲透法只係針對收受境外敵對勢力嘅指示、委託或者資助，而違法收受政治獻金、助選、遊說、破壞集會遊行以及社會秩序，以及傳播假訊息等干擾選舉嘅不法行為。北京的政治目的很清楚，特別在習近平去年元月2號提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就是要統一台灣嘛。這個進程都出來了，怎麼去實施？先期階段就是民主協商，這個都已經講得很明白了。這不是只有過去的政策宣示，已經開始着手實施了。所以對於這些，我們當然需要有一套的法律機制去防衛它。除了通過兩岸條例5之3對政治談判的高門檻之外，對於這種滲透的行為，我們當然要加以禁止。陳明通重申唔反對兩岸交流，而反滲透法對台商反而係一個保障，台商可以使用反滲透法拒絕中國滲透嘅要求。不反對正常的交流
那我们政策上仍然是鼓励正常的交流。其实这些下来之后，其实让交流更回归于常态，不要掺杂太多政治因素，不要掺杂北京的政治企图。交流就是交流嘛，增进彼此的了解嘛，更单纯化，讓做生意的單純做生意，讓就學的單純去就學。陳明通指出，境外敵對勢力唔係只有中國大陸，仲包括例如伊斯蘭國等恐怖組織。但係根據反滲透法嘅定義，香港唔屬於法令適用範圍。香港基本上我們是用港澳關係條例去處理。香港本身，他沒有說要統一台灣吧？香港政府沒有說要統一台灣吧？是不是？就香港政府本身來講，它不是我們定義的境外的敵對勢力。不，那他是受命於中國，等於是他等於指示再轉指示來的嘛。就香港政府來講，我們也很希望台港關係維持一個非常好的發展，而且香港政府從來沒有說他要統一台灣，他也沒有說要對我們實施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嘛，是不是？所以基本上我們就這個法規來講，並不以他作為境外敵對勢力。民進黨亦舉行記者會，中國部主任林忠勝批評在野黨以潑糞方式抹黑反滲透法。這個反滲透法其實就是保護台灣的一個金鐘罩。國際社會對於中共的這個反制其實是一個趨勢，不管是美國、英國、德國或者是澳洲，他們都有相應的這個反制的措施。那當然，台灣作為這個中共統戰滲透第一線，不可能沒有這一部法律。這部法律其實是在補充相關國安法律的不足，所以這部法律其實就是要保護台灣更加安全。林忠勝指國民黨鋪天蓋地嘅造謠係要討好中共，抑或佢哋害怕法律有嚴謹嘅構成要素？如果冇觸犯，根本唔需要害怕。自由亞洲電台鍾廣正台北報道。大陸當局近日對自由派人士展開大搜捕，多名維權律師同異見人士被帶走。雖然部分人已經獲釋，但係都唔願意對外透露情況，就連佢哋嘅屋企人亦都被揞口。有維權人士估計，當事人仍然受到嚴密嘅監控同埋打壓，令到外界難以得知當局進行大搜捕嘅真正原因。由黃樂圖報道。全國各地多名維權律師同埋異見人士近日陸續被當局帶走，有人被刑事拘留，但係亦有人被釋放。其中被當局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帶走扣查嘅山東律師劉書慶，而家已經獲釋。本台星期四聯絡上劉書慶，但係佢指唔方便透露任何情況。我現在不方便多說，謝謝您的關心啊。本台再致電劉書慶妻子嘅手機，但係佢同樣亦唔肯透露丈夫嘅情況，亦指唔知道當局點解要傳喚佢問話，然後以照顧細路為由即刻收線。哦，現在挺好的啊，我現在在在醫院照顧小孩，好吧？當時就是傳喚了，我不太清楚啊，就是被傳喚了，然後。什麼吧，他回家了，我現在忙着呢，照顧小孩了。劉書慶嘅朋友，身在美國嘅中國民間公益機構長沙賦能嘅聯合創辦人楊占清表示，劉書慶同埋妻子嘅手機而被當局監控，所以一直都唔敢對外講嘢，因而人擔心被當局進一步嘅打壓。他出來後呢，我一個朋友專門給他妻子打電話是想讓劉書慶律師接電話，想了解一下情況，但是他妻子不願意讓劉律師接電話，派出所應該給劉律師有壓力，他家人也不想讓他再說話，他妻子的電話很有可能就被監控了，要不我那個朋友打電話他就不敢說話。我在元月1號上午給他妻子打電話的時候，他也說他的電話可能不方便說。
劉書慶除咗係維權律師之外，佢亦係山東齊魯工業大學化學與製藥工程學院講師。呢個學院喺今年嘅年初發聲明，指劉書慶多次喺媒體發表不當言論，違背教師職業行為準則，決定給予劉書慶記過處分。佢亦被評為學院裏面唯一考核唔合格嘅老師。除咗劉書慶獲釋之外，河北律師盧廷國早前被當局帶走問話，現已獲釋。本台多次致電盧廷國，佢嘅手機一直接唔通，而盧廷國妻子只係表示丈夫被扣留1日，已經喺星期3獲釋，但係就表示唔清楚佢嘅情況，要求本台親自向佢了解。我不知道，你明天上午給他打吧，他沒在家，你得問他，他沒說，他沒跟我說。他一般有什麼事他不跟我說。盧廷國係河北嘅維權律師，經常為民主自由而發聲。佢喺今年嘅3月發起公民聯署，準備向兩會提交修憲提案建議書，要求改善立法制度，但係就被當局派人帶走，一度失蹤。喺上個月中，突然被當局指佢喺網上發表有關中國與伊斯蘭國合作嘅言論，遭到警方傳喚，直至星期2再遭當局帶走問話，扣留1日之後獲釋。2019年12月26號到2020年1月1號，當局喺各地進行大抓捕，至少有10幾名維權律師同埋異見人士被帶走。除咗上述2名律師被釋放之外，一度被扣留嘅浙江公民朱如夫亦被釋放，但係就一直被國保監控，未能對外透露情況。據稱中央指派山東公安成立1213專案組，專案組可以跨省活動，喺各地抓捕自由派人士。自由亞洲電台記者黃樂圖報道。更多嘅新聞同評論，請到本台粵語組嘅官網同社交媒體收聽收看。多謝。